特斯拉可以说是最不务正业的汽车公司啦。前段时间靠比特币赚了 1.5 亿美元，最近又有数据披露，特斯拉在2020年首次实现了年度盈利，收入中有 15.8 亿美元是来自于卖碳。如果扣除这 15.8 亿美元的收入，特斯拉仍然是亏损的。统计数据显示，近5年特斯拉靠卖碳赚了超过33亿美元。那么让特斯拉扭亏为盈，实现获利的这个神奇的碳是什么呢？特斯拉又是如何获得这么多的碳资源？这些碳资源又是如何进行交易的？今天就和大家聊一聊这几个问题。在开始之前，欢迎点击视频下方的订阅，点开小铃铛，这会对我有非常大的帮助。首先我们聊一聊碳资源到底是什么。这里的碳资源肯定不是煤炭资源，而是指允许排放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权利。有人认为如何去生活，如何去排放二氧化碳是我个人的私人权利，比如人吸收的是氧气，呼出的是二氧化碳，难道我呼吸还要经过许可吗？那为什么排放二氧化碳还要获得许可？其实这些都是源自于人类整体对资源枯竭和环境恶化的焦虑。人类目前主要的能源获取形式就是燃烧化石燃料，比如石油、汽车、飞机，我们的衣食住行，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离不开石油。还有就是煤炭，目前发电厂最主要的还是燃烧煤炭来发电，供我们日常的生活使用。这些化石燃料在燃烧时会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和有毒气体，这一方面造成了全球气候变暖、极地冰山融化、海平面升高，人们赖以生存的陆地资源有可能会越来越少。另一方面造成了我们呼吸的空气质量越来越差，癌症等不可治愈的疾病越来越多，这些对人类的生存都有着巨大的威胁。为了避免人类被化石燃料挟裹着走向毁灭，2015年12月，世界各国在巴黎召开会议，提出了碳中和的概念。碳中和也就是温室气体排放与吸收之间的平衡。要达到碳中和，一般有2种做法。第一种是通过碳补偿机制，也就是产生的碳排放量约等于在其他地方减少的碳排放量，比如通过植树造林吸收更多的碳物质。还有一个就是让特斯拉大赚特赚的买卖碳排放权利。第二种是使用低碳或者零碳的技术，比如使用再生能源，像风能和太阳能就是再生能源。使用再生能源可以避免因化石燃料燃烧而产生过多的二氧化碳。巴黎协议计划在2050年到2100年实现全球碳中和的目标，其中中国在2020年9月签署协议，争取在2030年碳排放达到峰值，在2060年实现碳中和。让特斯拉获得巨额收益的就是达成碳中和第一种方法，碳补偿机制。碳补偿机制就是把碳排放权数量化、商品化，政府给每个企业制定碳排放的配额，根据过往碳排放的情况发放减排的目标，这个配额就可以在交易市场自由交易。企业如果用完配额，就不能再向大气中排放二氧化碳，这就意味着企业要关门停产。如果企业想要继续生产，那就要向排放配额充足的企业购买，如果强制生产，就要接受高额的罚款。这样碳排放权就成了一种商品，配额富足比较多的企业就可以卖掉配额来赚钱。这就有点像驾照分数买卖一样，当你的驾照分快被扣完了，可以私底下找分数多的人买一些，你也可以通过把自己的驾照分数卖给别人来赚钱。通过这种方法，政府可以惩罚超额排碳的企业，奖励超额减排的企业，这样就可以逐步减少整体碳排放数量，实现碳中和。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特斯拉。在美国一共有11个州对汽车企业有一项环保规定，要求当地的汽车制造商必须在2025年之前销售一定比例的零排放汽车。
如果确实做不到，他们就必须从特斯拉等能源企业那里购买碳积分，否则就会受到当地监管机构的更多惩罚。欧盟早在2005年就建立了碳市场，2021年欧盟开始执行每公里95克二氧化碳的乘用车排放标准，达不到标准，超标1克按实际销售量罚款95欧元。1克95欧元看起来很少，但是对于一年销量几百万的车企来说，累计罚款可能会达到几十亿甚至上百亿。对于车企来说，如果动力系统不做出巨大的革新，或者不购买碳积分，企业就无法正常的生存发展。由于特斯拉生产的全是电动汽车，因此它获得了大量的碳排放积分，配额远远超过监管的要求，那么特斯拉就自然拥有大量多余的积分可以出售。中国大陆的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已经于2021年2月1日正式实施。在国内汽车行业实行的是双积分制度，双积分就是平均燃油消耗量积分加新能源汽车积分。简单来说，如果企业没有生产新能源汽车或者产量不够，要想不遭到停产的处罚，就需要向其他的制造商购买新能源积分来补偿自己的负分。于是国内新能源积分的价格也开始水涨船高。2019年每个积分最高也就是800多元，低的话200-300元也可以成交。但是到2020年底，每个积分的价格已经达到了3000元。蔚来在2019年产生了10万个积分，按照合约每个积分3000元就能够产生3亿元的收入。2020年蔚来产生的积分达到了20万个，将在2021年进行销售。如果按照3000元每分的价格计算，这部分积分收入将达到6亿元。碳交易是未来半个世纪全球各国都在重点推进的项目，其中蕴藏着大量的投资机会。那么大家发现了什么好的碳交易投资机会呢？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和大家一起讨论。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内容，喜欢的话欢迎在视频下面订阅我的频道，并且点开小铃铛，这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。那我们下期再见。